萧炎融合3种斗帝血脉，实力达到8星斗尊后的第一战有多狂？一掌解决失明宗宗主，逼得九天尊魔羽自断手臂，命丧玄黄要塞，更是将9星斗尊巅峰的4天尊逼得狼狈逃命。这一战也让彩铃和萧炎的感情迅速升温，两人举行婚礼后更是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萧炎从天幕出来后才知道西北大陆发生了变故，小医仙他们来不及等萧炎出关，已经前去支援炎盟。萧炎回到星陨阁后没多久，就带着药老精心为他挑选的几十名斗尊离开。此时的西北大陆，失明宗正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准备强行抢夺玄黄要塞。失明宗的宗主释天不仅十分有野心，还是个老色批。他看上了彩铃这个绝世尤物，想让他归顺自己。玄黄要塞的能量罩破开的瞬间，彩铃将潇潇托付给小医仙，随后他与不远处的释天打得难分上下。这场战斗，所有战死之人的灵魂都被一种诡异的力量吸入地底。一场大战能够让魂殿收割成千上万的灵魂体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魂殿一直暗中挑起战斗的原因。战局对炎盟十分不利，小医仙正想护着潇潇撤退时，魂殿强者盯上了他们。面对2名6星斗尊的围剿，小医仙不得不将潇潇送给远处的萧丽。但不等萧丽接住潇潇，一名老者就一把将潇潇抓住。他以潇潇的生命威胁炎盟赶紧投降，否则别怪他心狠手辣。就在彩铃脸色惨败时，一只大手突然出现，生生地扭断了老者的脖子。踩点王萧炎一把将潇潇抱在怀中。抱歉，我回来的有些晚了。萧炎手掌轻轻一挥，一道道破风声响起，几十道属于斗尊强者的身影出现。炎盟和失明宗的强者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萧鼎和海波东等人更是被这恐怖的阵容给惊呆了。这30多名斗尊强者足以横扫西北大陆上的任何势力。惊叹过后，海波东等人心中便升起一股劫后余生的欣喜。虽然失明宗很强，但不知为何，只要萧炎现身，他们就很有安全感。看着潇潇可爱的模样，萧炎捏了捏他的小鼻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潇潇认真地看着萧炎，你是爹爹吗？身为老父亲的萧炎心狠狠一颤，他冲着潇潇露出一个极度灿烂温暖的笑容。乖女儿。萧丽推着萧鼎上前，纷纷吐槽萧炎终于舍得回来了。萧炎和他们寒暄时，一道红色倩影一把将潇潇从萧炎怀中抱走。彩铃急切的目光不断在潇潇身上扫来扫去，生怕他出意外。萧炎望着身材依旧纤细丰满的他，轻声叫着彩铃。彩铃娇躯一僵，他抬起头，复杂地看了萧炎一眼，语带怨气和一丝委屈地说着：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这些年，彩铃一个人不仅要带着孩子，还要顾着炎盟的发展，而这些重担都是因为萧炎这个甩手掌柜。萧丽拍拍萧炎的肩膀，这些年弟媳妇真的很不容易，萧炎要是敢欺负他，他和萧鼎第一个就不答应。一旁的海波东等人也连忙点点头，附和萧丽的话。萧炎心中涌上一股歉意，他一把将彩铃搂进怀中，向她道歉。彩铃鼻尖有些发酸，不管她在外人眼中多么强势，都有着自己脆弱的一面。萧炎这轻飘飘的2句话，瞬间让他的怨念烟消云散。性格倔强的他轻咬银牙，不要以为这样我就能放过你。萧炎微微一笑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他吧。他轻轻捏了捏潇潇的小脸蛋，乖女儿，跟在你娘身后哦。爹爹加油！潇潇的话让萧炎顿时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牛劲。他脚踏虚空，看向不远处满脸阴沉的释天。释天在萧炎抱着彩铃的时候满心妒火，他手中的金色大刀狠狠一劈，将近100丈的刀芒冲向萧炎的脑袋。金色刀芒劈中了萧炎，但他的身体却丝毫未动。萧炎轻轻弹了弹衣袖，这人实在太弱了。他手掌一挥，一只火焰大手直接拍在释天身上。释天的斗气防御如同薄纸一般，瞬间被摧毁。可怕的劲风倾泻，释天喷出一口鲜血，他的身体化为一个火球，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见释天连萧炎一掌都接不下，炎盟和失明宗两边的强者都只有一个想法：萧炎竟恐怖如斯。解决完释天，萧炎抬起头，他让九天尊滚出来的声音响彻这片天际。黑雾一阵波动，九天尊魔羽缓缓出现在萧炎100丈外的地方。
既然萧炎有胆子回到这里，他这次就一并将其带回。萧炎这时候还真不怕九天尊，天幕之行后，他表面上的等级就丝毫不弱于九天尊，更别说他还有各种各样让人见识他大男主身份的手段。萧炎有10成的把握能将九天尊彻底留在这里。九天尊不敢大意，连忙叫出另外3名8星斗尊来帮忙。这时药老为萧炎准备的强者就发挥出了大作用，他带来的胡氏3老也都是8星斗尊，对付魔羽叫来的那3人刚刚好。九天尊这次的任务是抓走所有的萧家人，他不再多说废话，直接脚踏虚空，诡异消失。萧炎摇摇头，这等速度现在在他面前已经不够看了。他一掌轰向一旁的虚空，将九天尊给逼了出来。萧炎8星斗尊的恐怖实力一出，联盟众人的眼中都难掩震撼之色。海波东等人对视一眼，只剩一声无奈叹息。萧炎当年离开时也就刚刚达到斗皇，如今实力突飞猛进，这让他们不服都不行。九天尊施展出各种手段，都没有伤到萧炎分毫。意识到自己不是萧炎的对手，九天尊果断一咬牙，转身就逃。萧炎身形缓缓消失，而后出现在九天尊身后。他右掌轻轻一拍，独属于大天造化掌的黑色光圈出现。九天尊脸色惨白，他的心头已然被死亡的气息笼罩。四哥，救我！萧炎见魂殿竟然还有隐藏的强者，便决定赶紧先杀了九天尊。黑色光圈扩散的速度猛然暴涨，九天尊被吓得惨无人色，再次大喊着自己的好四哥。大地瞬间崩裂，一个100丈宽的深涧出现，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涌出。萧炎右手猛地朝前一推，黑色光圈触及九天尊的左手臂，成功卷住九天尊后，光圈的吸力陡然暴涨。九天尊心生恐惧，他一咬牙，直接砍掉自己的手臂。萧炎见他如此狠辣，再度让光圈加速。就在九天尊眼带绝望时，一条100丈庞大的血龙从下方深渊中冲向萧炎。萧炎并未转身迎战，而是加速黑色光圈，将九天尊整个吞入。魂殿的九天尊魔羽就此命丧玄黄要塞。有紫炎送的龙皇骨甲在，萧炎选择硬接四天尊的血龙，但这些彩铃他们并不知道。好在他们也就担心了10几秒，萧炎就再度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深涧中响起一道淡淡的惊讶声，一片粘稠猩红的血海上升，化作一个全身血红的身影。正与魂殿强者交手的胡氏3老提醒萧炎要小心一点，这人此前乃是中州上极其出名的血河尊者，他一身化血大法极端诡异。萧炎十分庆幸自己及时赶了回来，不然就以四天尊9星斗尊巅峰的实力，炎盟肯定难逃一劫。四天尊原本不想出手，但魔羽实在太无能了，他只好亲自动手将萧族所有人带回去。深渊的血海中陡然爆起一道道巨大的血柱，一股阴冷诡异的气息出现，凡是气息波及的地方，不论是炎盟还是失明宗的人瞬间爆炸。重伤的尸天见四天尊竟对着他的军队大开杀戒，顿时暴怒。四天尊淡漠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手掌一握，尸天的怒吼声戛然而止，整个人化为血雾。彩铃连忙下令收缩炎盟的兵线，省得他们白白送命。海波东一脸凝重，他们现在只能指望萧炎能够挡住那个家伙，不然玄黄要塞依旧免不了要血流成河。四天尊停在萧炎不远处，他对着萧炎狠狠一握。见识过四天尊用化血大法一招就解决掉尸天，萧炎不敢轻敌，他连忙用熊熊火焰将身体包裹住。四天尊嘶哑一笑，斗气可防不住他的化血大法。萧炎有种自己的血液要破体而出的感觉，就在他准备镇压时，一股奇异的力量从心脏处传进血管。萧炎见自己新融合的血脉发挥出作用后，便火速激活萧族族纹。在族纹的增幅下，萧炎的气息丝毫不弱于四天尊。这一刻，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。萧炎仗着自己有龙皇骨甲，直接和四天尊硬碰硬。四天尊发现自己伤不到萧炎后，施展出自己的大噬血术。今日萧家的血脉他收定了，下方弥漫的血海化为滔天血浪，涌进四天尊体内。此刻四天尊的气息远超萧炎，暴涨到了3转斗尊巅峰。好在只要他未曾达到半圣，萧炎就不惧他。
萧炎手掌一抹，4团异火浮现，之后他又吐出1团化生火，开始施展天火尊者的绝学5轮离火法。5头庞大的火灵和四天尊巨大的血掌撞击在一起，望着天空上可怕的能量飓风，四天尊刚想后退，但他一转头，萧炎的脸就突然出现，大天造化掌一出，将四天尊吓得急忙施展出血魔袈裟。血魔袈裟碎裂，四天尊想借着这股推力离开时，一朵精美的4色火莲出现。萧炎这3种天阶斗技的完美配合，将四天尊打得毫无反抗之力。此刻的四天尊疯狂后悔自己不该接这个任务，毁灭火莲轰的一声爆炸开，一道被火焰包裹的身影狠狠射进下方血海中。斩草要除根，一道火柱从萧炎掌心射向四天尊。全身血肉模糊的四天尊睁开双眼，拼命捏碎了掌心处的玉简，一个空间黑洞出现，将他的身体一口吞了进去。萧炎没想到四天尊逃得这么快，不过他也不急，四天尊这次受伤太重，日后难有进步，而只要给他一些时间修炼，萧炎相信再见面时捏死四天尊不过是举手投足的事。解决完四天尊，炎盟的危机也算是解了，剩下的那些魂殿强者和失明宗的人都不足为虑。萧炎向药老为他准备的那些强者道谢后，萧萧甜甜地喊着爹爹威武。萧炎扬起一脸灿烂的笑容，他接过萧萧，狠狠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萧炎就此在炎盟住了下来，这期间他清除了丹堂中的毒瘤，将其好好整顿了一番。为了萧萧更好的成长，萧炎特地炼制了8品丹药1石丹。萧萧吃下丹药后很快就睡了过去，看着充满了母爱韵味的彩铃，萧炎说萧鼎让他们办一场简单的萧家婚礼，算是迎娶彩铃进门。彩铃满脸绯红，看上去妖娆动人。萧炎的心头火热，他不再压抑自己，开始了不可描述的好多字。婚礼并没有大张旗鼓，只有萧鼎、萧丽出席并主持。彩铃这些年为萧家炎盟做的事，让萧炎始终心怀一丝愧疚，这个名分不论如何都是该给的。而在举行婚礼后没多久，萧炎便带着彩铃和萧萧等人重返星陨阁。他自己已经出师了，但萧萧正是需要人教导的时候，正好可以带回去让药老教导。